你以为卢凌风如何？陛下，您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的局面，这雍州府长史这么重要的位置，不可意气用事，轻易授予他人呢。可朕目前无人可用啊。熊千年已回到长安多日，老奴一直暗中观察，未曾见其与公主府那边有任何交集，一直在等着天子降恩呢。熊千年啊，他以前就在朝中做官呢，只不过后来才成为南州刺史。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，朕怎么就把他给忘了？卢兄，哎，苏兄，熊刺史一向可好啊？哎呀，这南州任上的称呼，熊某听起来甚是亲切呀。称呼叫错了。哎呀，下官苏明见过熊长史。官？我刚才看了名册，并没有记录苏兄所任何职啊。哦，苏明乃现任雍州府刑狱博士，在我麾下。哎，刑狱博士，是吏部认可的正官吗？这个杜明真是胡闹！苏兄如此大才，怎么能给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什么博士？那在熊长史看来，我这个什么博士，今后当如何呀？还得按照朝廷的规制。不过呀，熊某是最讲交情的，你不是还兼任着暗探总监吗？啊，这个职务接着干，我毫无异议。另外呀，但凡有机会，熊某必推荐苏兄。当今天子求贤若渴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苏兄定会像熊长史一样依子卓非。不敢收啊。哎，既然这雍州官员名册上没有苏某的名字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想必新任的长史和司法参军之间一定会有很多公务要谈，不打扰了。不打扰了。苏兄，苏兄，你看这。苏无名是公主的人，所谓的刑狱博士，也是公主封的。多谢内侍提醒，熊某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给你们念一个，来，我爱听。我就给你们念今天刚写的啊，大唐。念什么念？你得狄公亲传，却要写什么志怪笔记？你对得起恩师吗？那我也得活下去呀，总不能让大家养我吧？颜面何在？你那穷酸的面子一文不值，收起来吧。你这话说的真难听。难听吗？你丢了官职，只是一时，不是一世。狄公大志，决胜于千里之外。当初看中你，是希望你成为国家的栋梁，不是想叫你写这些志怪的故事，去欺骗小孩儿。你这话说的偏颇了啊！看志怪的不止小孩儿。没错，我就爱看这些神呐怪啊的。你看。我不与你们争论，总之，此路行不通，不让写。
我倒有个主意，已经想了很久，正好今天大家都在，我能说说吗？哎呀，义妹，这是你家，你是主人，有啥不能说的？到我这儿来说。去，师傅。我自幼生长在长安，此番回来后，更是平添了许多对家乡的热爱。110方，我带樱桃逛了个遍，真是繁华如梦，不愧为天下第1大都会。单说吃，各地的美味佳肴应有尽有，唯独缺了一样，也是我最近梦中常忆起的一道美食，我们大家都吃过，在沙洲。苏珊，对，就是苏珊。若能把这道敦煌美食引入长安，那烈日炎炎之际，便是长安百姓大有口福之时，也是功德一件啊。喜君的意思是开店？是啊，开个苏珊店，店铺嘛，可以选在盛业坊、平康坊或者东西两室，店面不用太大，但也不能太小，店内要布置的优雅些，因为食此美味者，并不是为了充饥。还有，苏珊的做法亦可翻新。长安不比沙洲，长安的应季水果多，苏珊亦可做出更多的口味。长安米贵，房子更贵，开个店铺需要很多本钱呢。我可以卖出宅子。啊？把这宅子卖了？这可是裴侍郎留下来的。再说咱住这儿挺舒服，卖了住哪儿啊？老费，你还是不知道我家小姐的实力。除了崇仁坊的这处宅子外，我家小姐在宣阳坊和延寿坊还有2处宅子呢。这样的地段，那宅子得多贵呀！哎呀，看来裴侍郎这官儿没有白当啊。季师公，你误会了，我爹只拿朝廷的俸禄，并没有拿不干净的钱。这3处宅子均为变卖祖产后购置的。我爹那时问我有钱了做什么，我说买宅子，因为长安美，是我大唐之心，天下人都愿意来此居住。哎呀，喜君了不得！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女儿啊，我也不会多年飘荡在鬼市了。那以后就不能叫裴小姐了，要叫裴老板啦。不可。罗参军先说。通过南州的欧阳全，云顶的司马亮，我对这些商人虽大有改观，但是毕竟喜君出身于河东裴氏，一旦让人知道，恐怕为家族所不容啊。哎呀，确实如此。有朝一日裴侍郎要是回来责问起来，我这当义兄的也没法交代啊。这样，若义妹信任这个老板，我来当。亦不可。苏明也不行，你经商肯定没问题啊。可说呢，这个暗探总监你还当不当了？你可先想好了，虽为暗探，却对查案缉凶、护卫京师安全大有帮助。且你曾说过为长安百姓甘当牛马，要食言吗？做苏珊店老板和暗探总监，他不冲突啊。既为暗探，就应藏在幕后。万一苏珊店的生意火热，长安的人岂不都认识你了？如何暗，又怎探？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这么说的话，哎，嘿嘿，苏珊店的老板舍我费英俊其水，赞成的举手。季师公最合适了，我同意。你们俩举不举都无所谓了，已经4只手了，过半了。从今以后，什么老费啊，什么技师工啊，费老神医啊，就都不要叫了，要称某费老板。
苏山殿的名字我也想好了，就叫六合苏山殿。你我6人同心协力，日进斗金，使生意兴隆。以后要叫生意兴旺。兴隆怎么了？必天子明会。我就叫兴隆，兴隆，兴隆，兴隆。哎，卢凌风，在家念叨念叨，没事。熊千年好大的胆子！他不知道邢玉博士是本宫为苏明设置的官吗？他当然是知道的。这么说，熊千年是投向了天子。雍州长史的人选，我们推荐了3个，天子皆不允。如今，熊千年猝然就任，想必一步成为天子死党。是算了吧。哦，嫌官小啊，那就直接做公主妇。我不是嫌官小，我是不舍得卢凌风。虽然我已不是刑狱博士，但还是暗探总监，不是？这暗探总监虽不算什么正式官职，但对司法参军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帮手。自卢凌风到雍州府上任以来，设立流动公堂，入方办案，深得民心啊。不过，这京畿之地，人口何止100万，那积案实在是太多了。我是怕卢凌风他积劳成疾呀，故请公主就容我留在他身边，帮他出谋划策，替他排忧解难。公主放心，我一定竭尽全力协助他。你这番托辞，不会是害怕得罪那个人吧？公主都如此器重我，大唐境内我苏明还有何人足惧？别装糊涂了。不过你这借口我倒是认可。我儿卢凌风确实需要你这样的人在身边辅助。用不了多久，我儿必将出将入相，到时候你自然亦不在他之下。如此，多谢公主。把裴喜军叫过来。公主，坐吧。喜君不敢。叫你坐就坐。多谢公主。我儿倔强，可常与你争吵。有时也会吵，但他会让着我。那他对你可比对我好啊。那日我去探他伤情，与他争吵起来，对我可是半句不相让啊。因是卢凌风被伤痛所折磨，说了些胡话。卢凌风虽然木讷，却不是朝三暮四之人，日后他一定会好好待你的。今日开张，卢凌风怎么没来？公务在身，流动公堂今日入青龙坊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贼，白头贼。我是少白头，但不是贼。不是贼，不是贼，为何在我家里？我这是个寄居郎。什么狼？寄居郎，就是趁人不在家，潜入其宅中过活，有时白日潜入，有时晚上潜入。哦，但绝不偷盗。
且会在主人回宅之前就离开。只是今日你回来早了，所以才撞到。你还知我几时回家？当然，我们寄居郎可是会把主人回宅的时间算好。你丈夫姓孟，这个月每晚都在公谢夜值，而娘子你每日傍晚酉正时分出门，亥初时分回家。哎，只是今日才虚正，你怎么就回来了？我真不是贼，不信你搜我身上，绝无你家东西。报上名来。我家阿将。其实长安有很多我这种人。什么人？私闯民宅就是贼，我报官抓你。不要报官，你叫我做什么都行，但就是别报官，牢里可没别人家舒服。你好像真的不是贼，若是贼，我说了报官，你必心生歹念。是啊，虽不是贼，但也犯了罪。今日新任司法参军刚来青龙坊，专门听了我弹琵琶。我若向他去报案，他必重重的罚你。娘子开恩啊！我给你磕头，娘子开恩！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磕头，娘子开恩！我给你磕头。不报官也可以，但你得为我做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不行不行，这种事我不能做。我知道这事儿你很为难，但你也是有好处的。伸出手来。银挺。事成之后，还有一块。你教我杀谁？羊汤，羊汤啊！热乎的羊汤啊！哎，来碗羊汤啊！不了，下回。羊汤，羊汤，热乎的羊汤。你就是老猫？是我。定金带了吗？当然。听说老猫在探查和追踪宅门密室上很有手段，你帮我查个女人，我怀疑她行为不端。你家娘子在外边有相好的了？当然不是我家娘子，是我一个相好的。我现在怀疑她有了别的相好的了。你可有证据？有啊。他现在总不搭理我，昨天不是下冰雹吗？我怕他被砸着，特地给他送伞去，他也不让我和他亲热，还说什么家里有郎君呀。可之前他早已向我表达了爱意，却至今不让我得手，这定是有了新人忘了旧人，拿他自家的郎君做幌子呢。我心里不服气呀，我对他可是掏心掏肺的爱呀，他怎么能对我如此狠心呢？哎，那你是想……我现在要知道他那个新相好的叫什么，住在哪儿，是干什么的。哎呀，你想知道这些，有何意义啊？当然有意义啊！我要知道究竟是谁从我手里抢走了美人儿。哎呀，兄弟啊，你这个事儿听上去有点复杂。我懂你的意思，你查清楚之后，我再加你2块银锭。不过，我就怕你没这个本事啊。哎，我做事如果没有口碑，那你还会通过掮客找到我？那倒也是啊。行了，说吧，你那相好的叫什么名字啊？不要。好名字啊！
你告诉我，他住哪儿？就在那个青石巷最里头那家。5天啊，就5天，5天之后还是这个时辰，我还在这儿等你。5天够吗？不行，7天，3天，一言为定。张三啊！哎，钱老板，给我来碗汤。好嘞，多加点肉。哎，好。你怎么还不睡啊？你不也没睡吗？对不起，孟不疑，你怎么了？魂不守舍的。孟不疑，你没事吧？你不认识我吗？我是你同窗严之健。哦，对不起，严城。哎，什么严城？难道我还要叫你孟令史不成？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，干嘛不直接叫我名字？军贤兄，一向可好？嗨，我很好。最近怎么没到我药园来喝茶？上次吃了我给你开的草药，睡眠好些了没有？静好，入睡容易多了。我改日再请你喝酒啊。哎呦，你这句改日请我喝酒有些年头了吧？从我们一起读书时你就说，只是不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真的等到你请。走吧。啊，还有点事，先告辞了。告辞。孟令史又写了一宿啊！你这蛇妖的志怪故事都写完了吗？快了，写好了，第一时间念给你听啊！我是青龙方的方正，大伙儿都叫我光叔。今日午时，我来找孟令史要衣服。要衣服是什么意思？是这样的，最近天子开辟朝堂新气象，卢参军您不也是推行新政，入方理案吗？故而我呀突发奇想，在青龙方推行一项新举措，让大伙儿把平日里不穿的衣服都捐出来，救济穷苦人。可这孟令史及时抠门，一直不捐。今日我特地来催他，我在院子里嚷了几嗓子，没人答应。又见房门开了一条缝隙，我怕是遭了贼，我就进来了。可结果，孟令史叫什么？孟不疑。此人可是孟不疑？不是，他叫张三，是本方卖羊汤的，早些年也曾发达过，可是后来又落魄了。其实他就是个无赖，且为人极狡诈，往往做了恶事，不让公谢拿到把柄，总是逍遥法外。总之非良善。
可此人怎么会死在孟不疑家里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听闻孟令史最近都在攻陷邺池，可发现尸首都好久了，却一直也不见孟家娘子红药的踪影啊。红药，就是入坊里案时弹琵琶那个女子。结果，谁死了？你这话问的，这孟家死人，除了孟令史，那就是红药呗。红药，那究竟死的谁呀？肯定是红药。真的假的？不是有句话叫“红药薄命”吗？呸！什么红药薄命？那叫红颜薄命。这老匹夫不懂吓唬说。让一让。快点！谁说孟家死人？死的非得是孟令史和红药，没准进贼了呢。你看，这么做说的也是。苏先生，你们来了。死者是何人啊？非主家，是外人。哦，哼，怎么才来啊？我的马慢。尸体没动过吧？当然没有。即死者因命丧于昨夜子时，脖梗侧有利刃伤，足以致命。此刀并非凶器，伤口尺寸甚小，从形状看，应是剪子一类的利器所致。脸部有淤青，颈部有明显勒痕，但并非绳索所致。怎么回事啊？听说里面死人了。你看看这个，孟令史怎么了？孟令史，你家出人命了，快进去看看吧。不要！不要！孟令史怎么才回来呀？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这，光手，我家红药呢？就是没见着娘子啊。哎，雍州司法参军卢林峰。啊，见过卢参军。孟令史每日夜值，转天何时回家？我通常是沉默4初时分，不过今天我出了宫线，去了趟鬼市。去鬼市做什么？啊，我最近在写一部志怪笔记，因涉及神鬼，恐不利于阳气。但我听说，鬼市所受扬州6合指有驱邪之效，百鬼莫进，故而去寻。那你寻到了吗？没有。哦，那若哪天你寻到了，告诉我一声，从哪儿买，我也得买点。你也写志怪？哎，成书没有？哪个书铺有售啊？孟令史，昨夜可曾回家？没有。有人作证吗？我李氏的小厅最近就我一个人，也没有其他人来过。啊，老书吏可以给我作证。我昨天晚上还和他喝酒来着，他知道我最近在写志怪，这几天都在跟我说蛇妖的故事。蛇妖的故事？啊！这是何人啊？张三。张三，他是干什么的？怎么会横尸在我家？孟令史不认识此人？就是方中卖羊汤的。我怎么可能认识卖羊汤的？我就想知道我家娘子在哪儿。他会不会回娘家了？不可能，他都不是长安人，他也没什么娘家人。孟令史和娘子是如何认识的？他在骷楼弹琵琶，我俩认识的。后来我考上进士，又进了宫线，就把他接出来，然后我俩就成亲了。孟令史经常夜值，
写志怪笔记费了不少脑子，不会背白了头发吧？我这头发好着呢，你看一根白头发都没有。那你娘子红药呢？我前几日到青龙坊见过她，不过没有看清楚。她就更不可能了，她那么年轻，那一头秀发，乌黑柔顺啊。那这个是怎么回事？我刚才例行勘察时发现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谁的白发竟会掉在我家床榻之上？谁说孟家死人死的非得是梦里使个红药？没准进贼了呢。出来了，请教这位先生，里面死的可是红药啊？你认识孟家娘子？我不认识，只是纯粹的好奇。无可奉告。刚才有个年轻人，却是满头白发，可有印象？记得，还多嘴来着。找到他，带回宫谢。明白。外面有个人，帮我盯着他。老贾，可将尸体运回宫谢，存入冰室了。但记住，抬出去时需用白布扇好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死者的身份。是。孟令使啊，还有你。你们谁看见虎神通了？他不是接了你的活吗？早早的就去杀人了。你记得我？当然，能找虎刺客干活的人，我一定记得住。怎么后悔了？想要要回定金？不，瞧你这美梦做的，定金不退，这是刺客界的规矩。我不是来退钱的，我有个别的买卖，你们谁接？杀谁？不是杀人这回，是帮我找个人。找人来刺客界？你耍我们？你是在侮辱刺客呀！我宰了你！别误会，别误会。我打个比方，假如我想杀我的仇家，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他在哪儿，我当如何呀？当然是先找到他，然后再杀了他。对呀，所以，我只是想让你帮我做第一步。这第一步怎么会是耍你们呢？找谁？找谁我先不能说，我只找你们做第一步，这价格当如何商量？最少得给一半。大哥，这给一半就不太合理了。找人总比杀人便宜吧？我觉得最多2成。不行，那2成半，不能再多了。而且，得按我和虎山通之前商量好的价格算，怎么样？啊？我想耍？不是，我宰了你！你谁呀？不要多管闲事啊！是个娃娃，躲开！雍州府旗长薛环，是个官家。走。